观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老话讲，民以食为天，胃为先。胃是人体的消化器官，如果胃消化不好，身体对营养的吸收就会减少，人的精神状态也会大大下降，从而引发各种疾病，所以养胃非常重要。102岁高龄的李奶奶有着一套代代相传的养胃秘方。当地人向她请教时，李奶奶说要在日常的生活中准备一些中药，不同的胃病都有相应的治疗方法。于是她给我们推荐了一些常用的、疗效较好的中药。首先是4种黄色粉末：四黄散吉、大黄、黄芪、黄连、黄胆。4种药捣成粉末，用于脐贴，又被称为贴腹疗法。其次可以用蜜蜡疗法。如果病情严重，身体发寒，在家里可以选择一种比较方便的疗法，就是用蜂蜜和醋擦药，把水、蜂蜜、醋混合，然后涂抹在胃部，用来缓解症状。这种疗法的特点是有效、经济、简单、安全。还有就是可以用艾叶，胃痛时可能还会引发感冒，大部分的人胃怕冷，不能凉，因为胃部受凉而引发的不适，可选用艾叶。艾叶是热的，捣碎艾叶，然后把少量的酒深入纱布中，贴在肚脐上，可以缓解疼痛。热药熨烫疗法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，选用花椒、丁香、吴茱萸、细辛，这4种药功效都会发热，适用于脐附近的深阙穴，效果显著。如果你的胃受凉，也可以使用推拿按摩疗法，将30克鲜姜捣成汁，加15克橙粉，然后加入热水中保温。当疼痛发作时，用毛巾或纱布擦拭疼痛部位，还可以治疗一些感冒症状，特别是虚寒。还有一种方法是用姜片或干姜贴在肚脐附近的深阙穴、海穴、泉穴，很多症状都可以贴，尤其是胃冷、呕吐、疼痛。而如果胃闷痛，可以加陈皮烧开水喝，陈皮调节的效果很好。另一种苏杏也可以用来泡水喝。对于胃痛，可以用苦橙，然后加厚朴，这些都是为了停止疼痛加剧。胃胀气还可以用砂仁，能够起到消食化气的作用。治疗胃吞酸、反胃、肝胃不和，可加入少许海鞘、花檀贝母、盐橙末，然后用水服下，还能够起到保护胃黏膜的作用。如有恶心、打嗝、呕吐等症状，都属于胃逆行，把玄附花、竹屑、丁香、狮子劲这几种药材研成末，用来泡水，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。除了以上的秘方外，李奶奶还推荐了一套对胃部十分有效的几个动作，赶紧学起来吧，胃会慢慢好的。首先是饭后走一走，活到99。虽然有传言说饭后运动会导致胃下垂，对胃的伤害会很大，其实不然。胃下垂主要和人的体型有关，而且在医学方面，胃下垂并不会导致胃部的任何疾病。而饭后走一走，可以将刚才进食的血糖稳定地降下去，对于想减肥以及血糖高的人群有很大的帮助，还可以促进对食物的消化。其实走一走没有必要一定是在外面溜达的，可以在吃饭之后擦桌子、扫地，做一些活动量比较小的家务活，但是切记一定不能剧烈运动，在进食1小时之后才能够进行中等强度的运动。其次是身体拉一拉，瑜伽对于身体的好处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，但是在大多数人眼中，瑜伽属于女人的运动，男人以及上了年纪的人都不太适合去做。实际上，不同年龄段的人有适合他的不同姿势的瑜伽方式，而且瑜伽可以帮助身体放松，舒缓身心，促进胃部等气管的健康。譬如下面3个动作就可以帮助胃部改善以及放松。1. 仰卧放松，这个动作是瑜伽当中最简单的动作，可以使胃部达到充分的放松，而且这个动作简单到看上去就像直接躺在地上一样，但需要闭上眼睛，躺平身体，然后使全身放松下来，将双腿与肩等宽，2个胳膊
自然与身体呈45度角左右，然后进行深呼吸，调整自己的状态。但是这个动作时间一定不要太长，或者直接躺着睡着了。2. 高山式放松。这个动作相对于困难一些，首先也是需要将身体平躺，然后闭上双眼，双腿并拢，双臂自然下垂，在身体两侧，然后将脚尖慢慢踮起，使身体尽量往上拔高。如果不能够保持这个动作一段时间的话，可以在身体拔高后依靠着墙壁来进行姿势的维持，但是这个动作一定要注意，避免扭伤自己，而且一定不能在刚刚进食完毕就进行这个动作。3. 自我按摩放松。可以每天通过按摩来放松胃部，需要寻找一个安静放松的环境，然后平躺下来进行3到5个深呼吸，调整自己的状态。另外尽量深呼吸，让腹部以及肺部感觉充满了气，肺部已经不能够再进入空气的时候，屏息3秒到5秒，再将气慢慢的吐出去，做10到15组，可以起到对胃部的放松作用。其实将胃部调理好并非一日之事，除了每天使用以上方法对胃部进行适当的放松以外，健康正常的饮食以及生活方式才是真正影响胃部健康的关键因素。想要胃部健康，我们就要避开以下这几个伤胃的坏习惯。1. 吃饭不要过饱。长期暴饮暴食，胃壁肌肉就会被撑薄，弹性就会下降，可能会导致胃动力减弱、胃下垂、胃无力等。至于那些吃很多然后又催吐的人，随着催吐的反复进行，胃酸会随着食物一起反流，经过食道、咽喉，长此以往容易对食道和咽喉造成严重损伤，更甚者会让人得厌食症，危及生命。过量饮食的背后都伴随着身体的透支和食物的浪费，所以吃饭7分饱，身体才是好。合理饮食，爱惜身体。2. 吃饭时不要狼吞虎咽。吃得太快，唾液不能充分与食物混合，嚼得粗糙，影响营养的消化与吸收，加重胃肠道负担。不仅如此，吃得快还胖得快。人的大脑中枢里有控制食量的饱食中枢和饥饿中枢，通过这些中枢调控信号，大脑就能知道人体是否摄入了足够的食物。但是当我们狼吞虎咽、风卷残云时，这个过程就被快进了，导致饭吃够了，但大脑还没反应过来，信号还没接收到。那么在这段时间差里，我们就会吃得更多，更容易变胖。3. 不要吃烫饭。长期吃过热过烫的食品，会对口腔、食管、胃内黏膜造成物理性损害，形成慢性口腔黏膜炎症、慢性食盐管、慢性萎缩性胃炎等健康问题，时间长了甚至可以发生癌变。4. 不要吃过于凉的食物。吃过于寒凉的食品会影响到脾胃的收纳及运化功能，造成不思饮食、呕吐、腹泻便溏、消化不良、面黄肌瘦、营养不良、抵抗力差、易感外邪等病变。此外，胃肠道由于受到寒冷的刺激，还会变得蠕动失控、运动失调，日久可以诱发慢性胃痛、腹痛、腹泻以及营养不良等疾病。情绪不畅也会影响脾胃功能，因而保养脾胃还需舒畅情绪。情绪抑郁导致的肝气郁结会影响脾胃腐熟和运化水谷的功能，导致食欲不佳、腹胀、排便不成形等症状。水谷经过胃得不到传输，不能灌溉心、肝、肺、肾这4个重要部位，就会引起身体质重、倦怠等症状。良好的精神状态可以提高人的消化能力，增强食欲，因此调节心理状态，保持情绪舒畅，是保证脾胃功能正常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。据报道，有相当数量的人群在胃部不舒服的同时伴有易疲劳、精神紧张、失眠、焦虑、抑郁、植物神经兴奋等症状，所以在胃部不适时要关心一下自己的情绪问题。好的肠胃是靠养出来的，我们平时在生活中要注意饮食，避免滥用药物，加强运动，放松情绪，
这样才能让肠胃更健康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